场的这位朋友呢，其实也是我的搭档，我们曾经也一块儿做过节目，谢依霖。大家都知道谢依霖是郭碧婷的闺蜜，所以谢依霖今天你就这样，没有其他任何任务，你就把平时郭碧婷跟你吐槽向左的那些话，原封不动的搬过来，不用发挥，好不好？有请郭碧婷的闺蜜谢依霖来复述。Hello， 大家好，我是谢依霖。真的要讲了哦。其实你们想太多了，郭碧婷没什么吐槽向左的，毕竟她儿子真在向太手里。来之前很担心，就是昨天还睡不着觉，因为我平常都在带孩子，没什么时间关注演艺圈。我想说不行，我一定要赶快做点功课，查一下各位老师的作品。一查，没有。不过我还是看了很多各位老师的经典热搜，让我学习到了不少。其实我觉得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好快哦。就以前呢，当搞笑艺人就有才艺的人才叫艺人，现在缺点异于常人就可以了吗？好，我们一个一个来，从熟的开始得罪。上次我跟碧婷一起录《毛血旺》嘛，然后就有个问题问说，我跟碧婷最想交换彼此的什么东西？我都还没想好。郭碧婷说换老公。我心想，碧婷你好东西这么多，向太我所欲也，向先生亦我所欲也，向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结果向左看了节目，他说可以换一天，那就今天吧。好，不要开玩笑了。朋友妻不可欺，朋友公不可共用。有的时候我会看到网络上在讨论我跟碧婷说应该嫁给爱情还是嫁给钱，我觉得这个讨论非常无聊，没有意义。就是这个世界不是二元对立的，就好像你选的有钱的一定不会爱你，你选的爱你的一定没有钱，你会不会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像董璇。他到底在选什么？可能是选择了买单吧，为自己的选择买单。我还看到有人说，这个历史上呢最能忍的名单，司马懿勾践郭碧婷。哎，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郭碧婷，她没有在忍的好吗？她只是觉得你丢人，别在家里丢，你在外面丢就没关系，你最好整个人都能在外面丢了。张维一跟董璇婚前说不要孩子，婚后又说要孩子。怎么说？我觉得挺守规矩的吧。其实我觉得生孩子这个事情，主导权应该是女生吧。因为像我原本就想生4个，我名字都想好了，平安喜乐。结果生完2个之后，我觉得平安就好。真的，小朋友很可爱、很棒、很幸福。可是我真的彻底了解，就是一个孩子对一个女生的这个身心灵是非常大的考验。董璇40几岁再生孩子，再生就是高龄产妇了，感觉不是很平安呢。老张，我们不能拿别人的平安来换自己的喜乐哟。好了，我们不要讲他，不要讲他了。我们来聊聊管乐。他之前不是主持晚会被骂说用力过猛吗？说他太吵。其实啦，主持还是要看经验啊。就没有人说我吵，都说我 low 住姐。说我之前颁奖礼乱说话，拜托，这么大的颁奖典礼，怎么可能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我这边澄清一下好不好？这都是有彩排、有脚本的，我只是按脚本走吗？但脚本也是我写的。
我是真的想知道哎。管乐，你也不要太难过。我发现女生搞笑好像很容易被评价用力过猛，稍微一努力呢，你就过猛；你稍微不努力，就被剪掉。感觉好像留给我们用力的区间好小。我人生唯一少数听到别人叫我用力，就是生孩子。搞笑女生真的太不容易了，有点怪不能太怪，有点疯不能太疯，有点吵还不能太吵，有点漂亮还不能太漂亮。最后一点，拍谁？我做不到。所以所有人，我最羡慕的就是武艺。你看其他人都闯过大祸、翻过车，就只有武艺，拿错个蛋糕。综艺这块蛋糕就被他误拿了，他都不需要努力，他只需要做自己。他唯一的怪癖都只是洁癖，太清爽了。难怪他连简历他都干干净净，没有污点，也没有作品。其实我觉得他洁癖是很合理的，毕竟他视角比较接近扫地机器人。哎呀。武艺有洁癖又没什么，管乐有脏癖那又如何？我们又不去他家，他脏不到我们，顶多就会脏小婉、张唯一。其实我很欣赏延安，怎么样？被称为竖屏帅哥是怎样？这样帅。向左丑，我真的觉得他很棒，就是他面对群嘲很会玩弄自己的梗，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很有娱乐加精神。还有就是他坐在这一群里还是蛮帅的。面对群嘲，延安选择了抽象，向佐选择了更抽象，你们也算是双向奔赴。人生其实就是一场大型综艺，有的时候真的很尴尬，多的就是冷场出糗的时刻。有时候你笑笑我，我笑笑你，场面不就 hold 住了吗？谢谢大家，我是谢依霖。还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哈，竖屏帅哥，向左就丑。我丑，我丑。哎呀，真的是行云流水，还合理，没有情绪，只是一种客观描述。高级啊，谢依霖小姐。真的，刚才他说人生就像一场大型的综艺，比如说谢依霖，他的《小时代》过去了嘛，本来就是一代新人换旧人，这是一个特别合理的一件事情，所以，下一个要上场的就是一位综艺新人，范志毅范老师，对呀，他的老本行表现非常不错，进过世界杯，现在退役了，然后又要拯救内地娱乐，是吧？让我们欢迎范老师，您稍微尊重一下主持人，有一个仪式感。你都把名字报了，我还行了，走了。大家好，我是范志毅。导演才几期节目就请不到人了，导演给我介绍他们，介绍了半天，问我会不会觉得管乐太炸，招人烦？还行吧，我认识张绍刚。又问我会不会觉得谢依霖穿搭太浮夸？还行吧，我认识张绍刚的。你把他扔到管乐的客厅里，你都找不着他。向总，如果不练武术，就是张绍刚。阿左，你能懂哦？廣東話我都識講啊。你同呢個肥仔最大嘅分別就係你聽得出嚟，
我狗口肥宅。向佐人真的不错，我们合作过啊。他这人真蛮这个，我真的，他喜欢啊，冷不丁的就在别人面前啊打一套李小龙。你们能看得出来吧？他都40了，都说40不惑，他嚯跟谁面前都要来个春拳。给自己定位啊是武打明星，蛮准的。他见一个明星就武打一个明星。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我说你好，他啪偷笑，打我一个50多岁的老同志，我真的也是大意了，没有闪，哦，真的痛哦。导演，你控制他啊！真的控制他，真打人，我跟你说，他也打自己。我看过那个视频啊，真蛮有意思的。啪，向左，跟他老婆一样，都是巴掌脸。阿左，今天别武打明星了啊，今天没有明星啊。其实向左早期的电影我看过的，他演龙套演的蛮好的，真的，不抢戏。你让他当主角干什么？那吉祥物能当前锋吗？他爸爸是裁判，也不行啊。吉祥物穿得花花绿绿的，在场边翻跟头，不挺好的吗？真的，你别偷袭，我跟你说，导演你看住他啊！我现在说了，我真有点害怕的。其实我也能理解你啊，全场我都理解。哎，董璇找张唯一，郭碧婷找向佐，都能理解。怎么了？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能理解，都能理解，真的。但我就有一点我理解不了，张唯一，一个账单，跟老婆抢来抢去，像个什么样子？哎，俺那个上海男人都看不下去了，老婆买单，偷着乐不就行了吗？你抢回来干什么？你把耳机一摘，就说啊。哎呦，已经付完了哦，小烟龙。还有那个表，你尝一尝，有什么好秀的？就你有表啊？啊，他们几个买不起表啊？向总都没有秀表，他啪扇耳光的时候多适合表演。多纯粹啊！就喜欢武术，都忘了时间了。我跟你说，你综艺还是上少了，对着镜头啊，真的收敛一点。我范志毅什么人啊？你们都知道的。现在来做个什么？哎呦，品牌自由。范老师啊，能吐槽你吗？哦，好。哎，爱吐不吃亏的，真的。唯一，你不爱吐，你能来这里吗？来这里呢，就是因为张唯一喜剧演得好吗？录到现在了，有人提过你一句张唯一演的喜剧上的事情吗？都是要吃饭的，人几个月就有新的人出来挨吐了。没事，都会过去的啊。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唯一，你回去好好听小说就完了，把小耳机戴起来。行，讲完了。贾跃龙啊，我是品牌自由范志毅。贾跃龙啊，好。范老师，即便我听不懂粤语，我也听得懂你跟我叫肥仔，不容易啊。哪里不容易了？你能听懂肥仔还容易啊？所以我不光聋还傻。来这个节目有的时候挨吐也没事的呀。好的，但是麻烦你，因为你刚把这话送给张唯一，不要拿我俩比，好不好？没比啥呢，我们俩是拍档，冷静。好。